打完這個我們在練習場聊一下。Round 2, fight!上次說的對策，美吧？美不美？上次說的對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拳爸。我今天講的內容呢是針對 JP 他的一個蕩生技啊，然後我們通常都叫攤手，因為他的一個行為就是一個攤手之。蕩生技這種東西呢，其實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講法，不同遊戏也有不同的說法。我在這邊我就講蕩生就好了。那什麼動作去碰觸到會啟動，就看這個招式它被設計成是什麼樣子。通常典型的話是打擊技，就是一般的我們的主角。它的 OD 版本啊，不止從1顆精神球變2顆精神球，最讓人家痛苦的是，它對摔技也有反應。這個抓技的涵蓋是包含的指令頭，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除了氣功以外，它对於打跟摔，它都可以同時應對。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說說，對於這個攤手啊，我有什麼樣的一些心得。那首先呢，在場中其實沒有完整的对策，場中其實就是一個博弈。JP 算是有利的。那為什麼會說它是有利的呢？因為 JP 拉開來這個位置呢，讓 JP 拿到一個好的位置，然後讓他做一個戰術的選擇。那我們並不會直接受到傷害，除非我們今天做的是一個破綻非常大的、硬直很大的動作。就是類似這種情況，就是沒辦法，這個就是會被連斷。但大部分情況下來說，你用普通抓啊，後就會沒事。甚至用頭錘啊，後踢就好了。但是後真的安全嗎？就其實啊，要看我們是用什麼方式啟動的。因為大部分的後啊，其實確實它可以馬上補一個地刺。所以後這個時候要配合什麼？下輕手，這來得及。就算是 OD 地刺也是一樣。那當然啦，這也是選擇。所以總結上就是在場中沒有比較好的對策。如果你想要防備他的攤手，那你就用下輕手去壓他。但是下輕手回饋的問題呢是另一回事了。那你只要不是用下輕手呢，你就是要博弈，就是你要猜后，還是說觀察他等等。整體來講，只要不是確反的攻擊，我們都不會直接受到傷害。但是呢，一定會處於一個相对不利的位置。所以当我們想要保守一點呢，就用輕攻擊壓起身。
那再來呢，就是這支影片主要要分享的就是角落的對策，因為角落跟場中差很多，就是角落的时候呢 ，JP 就在你的身邊，他退不了哦。但是在角落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就是因為 JP 就在你身邊，如果你用摔去压起身觸動到，那你会被他的破摔雀反，那這個就是在角落中最不好的狀況，所以我們唯一會怕的就是普摔吃到了当身。那頭錘的話呢，雖然不會被雀反，但是 JP 還是在你身邊，所以我們反而是我們這邊要猜會不會摔我們，還是點我們。那如果你猜對的話呢，解摔的時候這樣就沒事了。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又怕一件事情，就是我們做了解摔的動作，就他跳出，所以在角落呢，頭錘压起身被他當身到了，我们就陷入一個要拆的情況。在正常情況下呢，還是用輕攻擊會比較安全。然後從這邊你也看到，就是只要我們是用輕攻擊，只是一般的我们那個下輕腳、下輕手去壓起身，觸動到了以後呢，我們還是正的，我們可以做打摔者。角落的時候 ，JP 因為不能拉開來，所以他優先都會想要選擇換邊。這是大部分 JP 第一個優先的想法，就是我今天猜他會換邊，有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，就是精神球保護着他。所以如果要躲掉精神球的話，你勢必要用氣功無敵的招式去躲過。那這邊就很推薦使用 ODPP。它可以很完整的躲過，除非 ODPP 第一下沒打到，直接打到第二下，那就會被精神球給炸到。像這個樣子，所以要盡量貼近一點用。那雖然說他是花了動力槽，我們成功的把 JP 給留在角落了。雖然花了動力槽，但是 JP 他也花了，所以就是兩邊是交換動力的感覺。然後結果來講呢 ，JP 除了損血，他也是一樣待在角落，所以他是大虧。那既然 JP 他亂動都會被點，那他也可以選擇都不動，等精神球炸到了以後，他再去做選擇。類似像這樣的情況，那這樣子的話 ，JP 他利用了精神球的掩護，他得到了他要的位置。而事實上呢，這邊是有空隙可以對空的。就是像這樣的感覺。第一顆炸完以後，到第二顆這之間，我們是可以塞 ODPP 的，所以這邊可以做一個確認的練習。它可以同時處理這兩件事情，無論它有動或沒動，我們都可以處理到這種程度。甚至如果時機剛剛好完美配，有可能會打到雙 OD 連段。那基本上這個方法已經很完善了，就是只要你的動力槽夠，基本上就是這樣解決就可以，把 JP 留在角落。如果今天 JP 的當身被我們的輕攻擊摸到了，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？答案就是直接凹 SAE。所以這個在很早很早前的時候，就有一些高分的 JP 就有分享過這個對策。實際上就是像這個樣子。然後就有人反映說：“真的假的？難道會有 JP 都已經花氣凹了，還在用大絕嗎？”
會哦。以上呢就是這次影片的心得哦。針對这一批的攤手這一招呢，我有一些想法跟我一些方法，然後分享交流給大家。希望你還喜歡，拜拜。影片結束嘍，謝謝你看我的影片，希望你還喜歡，下次見嘍。